最近遇到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，我的一个朋友换了一个继电器，换完了之后故障依旧，然后又换了第二个换完了之后又换第三个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继电器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。这边是3个继电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继电器损伤的位置。你会发现这个继电器啊，这边触点，这个下面已经烧了，这边也是的，都是这个针脚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这个针脚没事，就是这个针脚。那连续换了3个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继电器一插上去用个几天就会出现这种问题？大家可以评论一下先。这个其实是4角继电器，4角继电器上面标的1、2、3、5。那1、2的话，一般的是85、86的这个控制线圈，3跟5是我们继电器的输入和输出。3的话一般代表30，5的话是代表87。那我这个继电器一闭合了之后，3和5就会接通，那5就会输出一个4R的电压。但是我们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故障现象啊，就是这个5号针脚，就是87的输出端，每次都是5号针脚烧蚀，温度过高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分析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想想，为什么它会烧呢？肯定是温度过高。那为什么会温度过高？肯定是它的电流比较大，对不对？电流大了之后，它的温度就比较高，或者这边有接触电阻，接触不良，导致电压在这边消耗比较多，导致这边温度过高，也会出现这种情况。那如何诊断？我们诊断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继电器这2个是主电路，这2个是控制电路。那这个87啊，这个5号针脚容易烧。那现在我们要检测它有没有松旷或者有接触电阻。那如果说你这样插上去去检测的话，其实没有办法比较好的去检测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来做一个小工具，把这边分解掉。我们作为一个插针去插，看它紧不紧，有没有松旷。我们要测量这个针脚啊有没有松旷，直接搞一个公针脚，给它撇下来，搞一个公针脚，然后插进去，看它有没有这种非常紧。来看一下，我们来试一下。我们其实如果说通过外观去看的话，也可以看出它有没有接触良好。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基本上没有痕迹，然后这个里面啊有2道痕，这边2道痕你会发现这边有，中间这一道痕啊，其实它中间是断开来的，包括这个一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面它没有压紧的痕迹，那这种就可能会导致接触不良。这个只是通过我们的外观去看的。那如何去检测呢？我们来演示给大家看一下。它这个特别是这个喇叭好一点，鼓风机继电器啊经常容易烧，这都是换下来的。那我们用这个针脚来试一下，它有没有这个接触不良的情况。我们来试一下，看它的这种张紧度，就是这个针脚非常有问题。我轻轻的，看到没有？轻轻的放进去，可以轻轻的拔出来，看到？我轻轻的，看到没有？那这一个的话，相对而言就比较紧一点。你塞的时候，你往外拔的时候，看到没有？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阻力的。那这个针脚绝对有问题。那这个时候，它继电器为什么会烧呢？主要就是因为这边接触不良，这边就会有电阻。那这个时候温度你电流越大，温度越高。所以会导致我们继电器啊，这个针脚看到没有？这个针脚就这样插的，这样插上去了之后，就是这个针脚容易烧，就是因为这个针脚太松了，你会发现上面基本上没有压的印痕。所以你不能光换继电器，一定要把下面给它调紧，调紧了之后再换继电器，就可以解决问题。那其实这种方法呀，其实也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个插头啊，比如说电脑板的针脚松动啊，线束的插针啊松动啊，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诊断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因为我们线路当中，如果说你有接触电阻，它上面又有电压，有接触电阻，那它就会产生一个接触电流，上面有一个这个分压效应在上面，它就会产生热量。那随着时间的越长的时候，它的热量会越来越大。那热量越大了之后，它就会使我们下面塑料啊，它会产生融化，融化了之后更导致进一步接触不良，这个样子。
遇到问题，我们不应该一味的去换，一定要想办法去测试，做到一个测试。你只有通过测试，掌握一些数据对比，你才能最终判断故障点。学会的话点个赞，谢谢。